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正式上课。上次 introduction 了，现在今天正式开始上课。我们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单元呢，就是 Computer Abstraction and Technology 啊。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介绍哪些东西。就在后面，朱教授是不是那个讲义就在那个后面 ？OK， 好。那有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看看 computer 发展的历史啊，看它怎么从最开始演进到现在，它整个历史的过程是怎么样。再过来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abstraction。abstraction 的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层级，我们可以把下面的 detail、complexity 把它 hide 住啊，然后我们只探讨那一层，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了解哈。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 computer 的 abstraction 啊。那再过来第3个单元是 technology 啊，我们会看说这个随着 technology 的发展，然后我们这个在衡量一个 computer 它的好还坏呢，我们要定一些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定一些这个指标来看看说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哈。那我们知道这个 computation 的碳 CPU 碳是很重要的一种指标哈。那另外 powe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会再教各位同学，好，有了这些指标之后，那我怎么样去这个衡量一个 computer 的好跟坏啊？我们所谓 profiling、benchmarking 的动作。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说这个 cost 啊，这个 cost、performance 跟 cost 当然是一个相对的，对不对？你 cost 越高，可能 performance 越好，或一个 trade off 啊。那这是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的3个主题啊。那今天呢，我们先专注在第一个主题，就是它的历史上的演变哈 ，computer 怎么来的？好 ，OK， 好。那电脑到底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嘞？好，我们看，大概在1300多年前，其实中国就已经有什么了？就有算盘，对不对？算盘就可以帮我们做计算啦，对不对？那它是不是一个 computer 呢？啊，算盘是不是一个 computer？ 我们没讲说算盘是一个 computer， 对不对？好，为什么它不是一个 computer？ 它可以帮我们做计算啦，啊。那是不是因为它没插电？我们插一个电可以叫做 computer？ 好，当然也不是哈。那 computer 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根据一个字典，一个 dictionary， 它告诉我们说 ，computer 呢，哈，它是一个 programmable， 这句话很重要，它是可以随着你的需求去改变它所运作的动作的哈 ，programmable 啊，它是一个 electronic 的 machine， 它做高速的数学啊、逻辑的运算，哈，或者把资料收集起来、储存、分析，哈，那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叫做 computer， 好，那其实，在真正的那一台 computer 出来之前，其实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的计算的装置了啊。那这些装置呢，它也许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是一个 special purpose 啊，或者是 programmable， 或者 non-programmable， 或者是它做科学的运算，以及说 data processing， 或者是机械的，或者机械电子的，或电子的，各式各样啊。那一些例子来看一下，就像这台机器就是做 difference 的，这台就是做记账的哈。那这边还有一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Harvard Mark I 哈，这台机器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的一个机器，但它是这个机械跟电子的一个设备哈。那这台机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feature， 就是说它的 instruction 跟 data 是分开储存的。那这种 structure 以后，其实到我们后面的这个 architecture 在设计 computer 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像这种的设计，说你的 instruction 跟 data 是分开2个地方摆的话，就叫做 Harvard architecture。好，虽然它是这么早哈，1944年出来，它也有贡献哈。我们现在如果把 instruction 跟 data 放在不同的 memory 的地方的话，就叫 Harvard architecture。好，那第一步。全电子式的哈，可以程式的一般用途的电脑到底什么时候发展出来的？好，那一般来讲呢，是说这个是在这个叫做 ENIAC 哈，这部电脑是所谓第一排的，真正的叫第一部的电脑，它是在1943年的时候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一个 project develop 出来，它一直到1946年才完成。好，那现在问同学一下。在这个期间，1943到1946间，在历史上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要去发展一个 computer？ 这个很厉害的同学，因为在1939到1945就是打第2次世界大战。好，战争常常是导引我们要发展很多 technology 啊。那个时候呢，因为要截取别人的密码，对不对？那就要很大的运算。
所以就才有这个 project 哈。那所以 computer 其实真正发是为了战争哈，才有 computer 这个 project 出来啊。那这个第一台这个电脑呢，它是这个长是25公尺，25公尺多长？我们跑步的时候100公尺，对不对？那25公尺就1/4了，那就很长了哈。那高呢是2.5公尺，你几公分？170，它比你还高哈。2.5公尺，170，它2.5公尺这么高哈。那它主要是用什么做成？是用真空管哈做它的 switch。好，我们知道 switch 是一个很重要做成你 component 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真空管哈，它是用真空管做成的哈。那它的速度是怎么样？是每秒可以执行1900个加法哈。那很有趣的就是说，它的 programming 哦，不是像我们现在写的或什么方，它是用人为的去把那个 cable 啊、switch 啊，要用人去调整，好，去调整。这是第一台的电脑，好，我们看有下面有一个图，哈，看这就是它的图，它这么长，你看这个25公尺高，2.5公尺，然后你看这边这位这个女士在这边做 programming 哈。他在把这 cable 跟 switch 搬来搬去，这就是 programming， 这是第一台的 computer。好，那在大概同一个时间呢，也发明了电晶体哈，电晶体就 transistor 哈。那 transistor 呢，它跟真空管比较起来呢，它是比较 reliable， 因为它是用第一个放在 silicon 上面的 transistor， 就是实体在那边了哈，所以它更 reliable 哈。这在大概同样的一个时期就发明了 transistor 当做一个 switch， 好，那将来这个 switch 呢，有跟其他东西就变成 IC， 才造成我们后来的发展，我们待会儿再讲哈。好，那之后呢，在50年代，刚是差不多40年代，好，我们就开始有 computer。在50年代呢，电脑就开始商品化，哈。那当然那时候的电脑是很贵的啦，很大台，对不对？很贵，要专门的房间去摆它啊。那主要的用途就是用在商务啊。办公室自动化啊，或者是科学计算这些，因为这每一台都非常贵，非常贵，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这个使用的啊。那你可以看这个房间，好，大家在要冷气啊什么的啊，温度调都很重要哈。那是50年代的时候啊，那在50年代使用电晶体的电脑也出现哈。那这就是 IBM 1401，就是这台电脑就是第一台使用电晶体的电脑就出现哈。那这个 IBM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IBM 一开始它只是做那个 punch card。我们知道，其实在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要写程式或者要写 data 输进去，都不是用像你们现在有 keyboard 啊，很多 input 的 device， 对不对？我们都要打卡片，一张张的卡片，然后卡片呢就一个洞一个洞的，你要打一个洞或不动，就是让光透过去或不透过去哈。那 IBM 最开始是一个 punch card 的公司啊，它不是做电脑的，但在50年代他才开始做电脑，好，那这是他用电晶体做出来第一台电脑，好，所以这个呢blue 的，所以我们又常 IBM 被称为 Big Blue 哈，它是第一台电晶体电脑是在 IBM 产生的啊，做出来的。好，那在这个时期就刚才讲的也很重要，叫做 integrated circuit 的这个出现。integrated circuit 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有 transistor 吗？哈，你发明了 transistor。但是你要做成一个 computer， 你还要什么电阻啊、电容啊、其他东西，好，那这些东西都是 discrete， 就一个一个的 component， 好，那一个 component 你如果要把它接起来，你的 physical 的 limitation 就是因为你要接起来就是要很大的空间，对不对？好，那 integrated circuit 是什么东西呢？哦，好 ，integrated 就是说把这些所有的 transistor、resistor、capacitor 全部在一个 single 的 semiconductor 里面，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 IC 的时候，在做一个 chip 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一起做出来了，就不用在外接去把它连接起来。好，那这个的突破，这个 IC 这个发现呢，就造成后面以后我们说我们的 size 可以一直 shrink， 对不对？后面我会介绍说，它到了我们已经手没有办法触碰到了，就是很小很小很小。那如果说你是 discrete component， 是一个一个，那你要把它接起来，那 size 一定要相当大，对不对？好，当你把这些所有的 component 都在 integrate 在 chip 里面的时候，就可以变得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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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的发明导致于我们后面我们的 computer 发展这个
这个一日千里，对不对啊？可以把更多的东西 device 放在一个 chip 里面，更多的 device 放在一个 chip 里面的话，就表示有更大的 computation 的 power。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发明，就在1958年的时候，好的发现哈。好，那在70年以后呢？当很多 transistor 放在一颗 IC 之后呢，7年最重要一个就是在 Intel 4004的 microprocessor， 就是微处理器的这个产生哈，就是做成了微处理器啊。那第一个微处理主要是用在一个计算机上面，主要是用计算机上面，它也是 business 的考量，它本来是要12颗 chip 才可以做成，它把它们全部都整合在一颗 chip 就便宜嘛哈，所以造就了第一颗的哈。微处理器 microprocessor， 那有了 microprocessor 之后呢，当然后面就有了所谓的 PC personal computer， 好，在1977年的时候呢 ，Apple 好 II 就产生了，好，这个是这个 personal computer 的开始啊的，在1977年的时候，好，那在这个 Apple 出来之后，其实 IBM 的 PC 是晚了4年才出来，它是1981年的时候才出来的。好，那 IBM 其实我们知道后来这个 Apple Personal Computer 跟 IBM， 其实 IBM 更发扬光大，对不对？大们都是 PC 都是用 Intel 的这个 Personal Computer， 对不对？当然现在又有人回到这 Macintosh， 对不对 ？Apple 的，但是它的量还是很相对的少，对不对？好，那过去几年都是用这个 PC personal computer 啊，那当然有这个 PC 之后呢，我们也造就了这个微软它 software 它 operating system 啊，这两个呢，在这个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都是 dominate 哈 PC 的市场。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问大家了，那之前我们说其实这个 Apple 的 II 是很早就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 IBM 的 PC 是晚了4年才出来，那为什么后来大部分的 PC 都是 IBM 的？不是，就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当然它不一定挂 IBM 的牌子，就是所谓 personal computer， 有没有谁知道理由？啊？便宜，好，相对便宜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理由？它为什么可以便宜？对，它为什么可以便宜？好，来，知道吗？它跟那个 Apple II 最大差异在它是一个 open system。什么叫 open system？ 它把它的 spec 全部告诉你了。其实你要来参加，通通都可以。所以也造就台湾的很多周边的这些零组件的这个发展。我只要满足你的 spec， 我可以加一些 feature 在里面，这样，所以造成大家都可以赚钱啦，对不对？因为你是 open 的这个系统，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 contribute， 你要贡献，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这个架构得到赚到钱，所以很多人就把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个研发，就我要怎么样从这个地方赚钱。所以呢，他就因为大家更多人要赚钱，更多人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就所谓便宜也是一个原因，对，就导致更便宜，更多人在就是拱这个design，所以 IBM PC 呢就比这个 Apple 的这个II之后就成功，就 Apple 就忽然就没有了，这样哈。那其实现在的手机也有2种状况，对不对？一种就是 Android 的系统，对不对 ？HTC 啊、Samsung 啊，大家都可以用啊，对，你的 Android 就是说你跟他讲好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 develop。那另外就是 Apple， 它是 closed system， 所以到底谁成功谁失败还不知道，哈。好，那在1970年代呢，还有一些很多的周边的这个发明很了不起的发明。这主要其实你看是在 Xerox 的 ，Xerox 不是做影印机的吗？对不对？它有一个实验的这个 PC 叫这个 Auto 啊，它的 mouse 啊、Ethernet 啊、graphics 啊、icon 啊、menu 啊，还有 what you see 啊 is what you get 的 editing 都是在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有 prototyping 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你现在用到的东西，其实在1973年在 Xerox 这个实践性的 PC 上就已经有了哈。那像 local area 的 networking 啊、laser printer 啊这些啊、distributed computing 啊，其实通通都是在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出来了，就是 prototyping 里面就有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应用，好，刚才讲这么多的发展这样过来，对不对？有 microprocessor， 有 PC 出来，但是真正让你好用的呢，并不是硬体，是软体。
好是软体，你一定要有应用，也有应用程式。如果你光光有个硬体在那边很 powerful 没有用哈，一定要有软体架在上面。那让 PC 真正成为最有用的东西是它的应用软体。在1979年的时候，第一个用电脑，我们把记账的这个软体做出来了。好，那我这么好，这么容易记账啊，在这么容易做处理这些啊，才变成真正的 popular。之后有 DBase 啊，做 database 这些东西。好，所以软体有硬体没有用，还要有应用 application， 两个加起来之后呢，才会好让你的这个越来越发展哈。好，那之后当然还有很多的 device， 就是加入哈。那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哈，80年代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新的 architecture 叫 RISC 的 architecture 进入这个 computer 这个领域啊。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所谓 VLSI 的VLSI 就是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就是我的 transistor 在一个 single chip 里面呢，已经可以有好几十万个 transistor。就你的 computation power 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哈，进入这个 VLSI 的这个时代。那这三个人哈，一位 IBM 的 Koch 啊 ，UC Berkeley 的 Patterson，Stanford 的 Hennessy， 这两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对不对？哈，就这两个，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哈 RISC 的这个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 就是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啊，那。这个不只是学术，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commercial 的。之后呢，很多 commercial 的 processor 都是用这 RISC 的 structure， 但主要都是用在 workstation 哈 ，workstation 啊 ，MIPS 啊 ，SUM 啊 ，IBM 啊这些哈。那这个 RISC 呢，相对应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到底跟谁比啊？是跟 CISC 比，哈，跟 CISC 叫 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CISC 呢，就是用在哪里呢？你说 CISC 用在就是用在我们的 PC， 就 Intel 的那个 processor。好 ，Intel processor 就是用这个 CISC， 好，它主要用在 Intel 这个 X86 系列的 processor 上面。好，那80年代之后，当然就 PC 我们就是一直就是随着时间你就越来越 high end， 越来速度越快 ，workstation 就越来越少人在用，大家有一个 PC 就好了啊。那后来的在计算机结构方面呢，就是到我们现在啊，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哈，但是呢。在后 PC 时代已经来临了，就是说 PC 已经是几乎人人都有了，对不对？但是好，发展什么东西呢？我们先发展是 embedded computer， 哈 ，embedded computer。什么是 embedded computer 呢？哈，看到这边，冰箱里面也有 computer， 照相机 computer， 摄影机、手机、手表，各式各样，无所不在，对不对 ？computer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computation 的工具，哈，是我们 PC， 我们所有的。各式各样的 device， 通通里面都有一个 computer， 好，那刚才这些这样的一直发展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个40年代，对不对？开始有 computer 机，到现在才多少年啊？不到60年，对不对？我们 computer 发展非常的快速。那在这所有快速的发展的下面，有一个这个 law， 哈，有一个 law 来 support 这件发展，就是所谓 Moore's law。好 ，Moore's law， 好 ，Moore's law 说什么东西呢 ？Moore's law 说，每1年半呢，我们的 transistor 就可以 double， 在一个 single chip 上面，我的 transistor 就可以 double。意思就是说，每隔1年半呢，我同样的面积、同样的成本，我就可以有更强大的 computation power。1年半就 double， 1年半就 double， 1年半，这就是 Moore's law。好，那因为 Moore's law 的关系，你 transistor 可以 double 就表示什么？你的 computation power 更强大，而且怎么样？越便宜嘛。越便宜，对不对？哈，所以它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到这个 computer 啊。它让你看 computer 现在连车子里面也要装这个 microprocessor， 对不对？好多 microprocessor。好，你的手机当然一定有 microprocessor 在里面。好，我们基因的 research 好也要用到很多的 computation 去算。好，人的基因怎么样也是要用到 computation power。World Wide Web search engine 好，到处都是 computer 在里面。好。就是因为 Moore's law 它一个 prediction 哈，那我们看什么是 Moore's law， 刚刚已经讲过，每1年半哈 transistor 就 double， 那为什么可以 double 呢？哈，我们用下面这个图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好，这个图还记不记得？哈，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 transistor 就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哈，那它的运作怎么运作？
我们说我们这个当你 gate 有一个 voltage 在这边的时候，你下面会怎样？形成一个 channel， 对不对？会形成一个 channel。好，那这个 channel 呢，就是如果形成 channel， 那这是 source 跟 drain 之间就会怎么样？有什么？电流可以通过去，对不对？就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开的状况，对不对？形成一个开的状况。那也就是说，开跟关就是要从这边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距离。哈，如果距离越短的话，我的速度怎么样？开关就越怎样？越快，对不对？那所以你是不是希望说这边的距离是越短越好？对不对？当然希望越短越好，对不对？可是你可不可以这个transistor可以有办法达到？你要多短就多短嘛，好，其实跟你的 technology 有关系的。我当然希望它尽量的越缩越短越好，哈，但是你不见得能做到这么短，哈，所以这个呢，哈，这个希望越短越好，这个距离呢，哈，就叫做 feature size， 哈，就随着你的 technology 的进步，现在呢，我一开始可能是100个 micron， 好，然后我进步可能到50个 micron， 好，到多少个 micron， 那就是说我最短的 technology 可以到哪里？好，到哪那个东西呢？我们就称为叫做 feature size， 就是 line width， 也就是指从 source drain 之间这个长度，我们说长度，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多少？就是 feature size。好，当然 feature size 就是跟你的 technology 有关。哈，好，这样了解了吗？好，好，那 feature size 是什么东西？它说也是我的 line width 哦。他说，我们看这张图，他说。也就是说，你在随着 technology 进步，我的希望越小越好，但是 technology 有限制，对不对？但是呢，随着 technology 一直进步，我的 feature size 一直的减小哈。从最早我们100 micron 哈，一直到现在，然后你看一直减到现在。好，那前些日子呢，台积电是做 fabrication 的一个公司，对不对？他帮我们制造这个 chip， 对不对？你设计好就给他制造。那他已经宣布说他的这个什么多少个。可以量产了，有同学知道吗？啊，有没有知道？就台积电的 technology， 它可以做到多细，它一个 chip 的那个刚说的 feature size 可以多窄？啊？量产是多少？多少？哎，刚刚听到20多少？啊？哎，对哦，多少？28，对，28奈米哦 ，narrow micron， 好，就是这已经可以量产了哈。那28。这个奈米是多少？这个是0.1 micron， 对不对？28是0.028，那0.028到底多小嘞？好，我们看你的头发是多少？头发拿一根下来，你点亮看它的直径是100个 micron， 它100个 micron。那你现在台积电量产的 technology 是0.028 micron， 好，那你看它多么的。feature size， 好，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也就是说，它一个 transistor， 它从我要让它导通，就形成一个 switch， 形成一个开关，它这个这么窄，这边窄是0.028的 micron， 就28奈米，哈，这么窄这么小一个 transistor， 那就是说你可以放很多很多的 transistor 在一个 single chip 上面，好。那这就是 minimum feature size， 我们看就是一直往下，那一直往下，每一个 technology 它就一直 shrink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每1年半呢，我就可以在一个 chip 上面 double 它的 transistor， 好 double transistor， 那这个就称为 Moore's law， 好 Moore's law。那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好，这张图这是时间，对不对？这 transistor 的数字，你看这越来越多的 transistor。可以放在我们一个 single chip 里面，一个 microprocessor 里面。好，那 Moore's law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是在1965年，其实这是一个 prediction 而已。这个 Moore 这个人，他是 Intel 一个 co-founder，Intel 做 microprocessor， 对不对？好，他预测说，他在1965年就是说，他写了一篇 paper， 他说，观看前面的10多年的这个半导体的发展，他就预测说，它几乎差不多都是1年半，就18个月就 double， 全世界就可以 double， 全世界就 double， 就是因为你的 feature size 越缩越小，越缩越小。他就预测说，那未来应该也是 follow 这个 trend， 哈，所以他就预测说，这个 Moore's law 就是每18个月 transistor 会 double， 好，所以知道什么叫 Moore's law 了吗？好，上到这边呢，最重要就是这个 Moore's law， 好，你至少人家跟你讲说什么是 Moore's law， 你要知道说，哦，每18个月 transistor 会 double， 好。
所以 technology chain 就是 the microprocessor capacity 呢，是每1.5个年就 double 1倍，好，不就好更多的诠释在里面，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刚才看这个整个历史看过去之后，那我们现在看把 computer 做一个分类好了，那到底有哪些 computer 呢？哈，我们可以看说大概可以分类为desktop 的 computer， 就是你的 PC 嘛，对不对？你家里可能用的放在桌子上面，或者 notebook 就是你 personal 用的一个这个 computer， 或者 server 级的 computer， 可能是系上的啊，它更大型、更 high end 哈，或者说 scientific computation server 型的 computer。那另外呢，就是 embedded computer，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在后 PC 时代，我们随处可见的我们 computer， 好，在 embed 一个 device， 就是你的 application 里面，好，叫 embedded computer。好，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三大类，好。那这3大类呢，大概的它有哪些特性呢？啊，在 desktop 的 computer 方面呢，它当然 general purpose 一般性的嘛，你可能用计算啊、写功课啊、什么各式各样啊、上网啊，都要用到这个东西，叫 general purpose 的，它各式各样的 software。好，那你去买一个 desktop 的 computer， 你当然会考量它的 cost 跟 performance 啊。好，你可能买一个2万块的，我买一个4万块、5万块，对不对？你要看它的速度怎么样啊？哦，速度反正如果需要哈，它的 cost performance 是你选择的一个指标哈。那再来 server 级的 computer， 它当然是 capacity 很大，因为它可能是 share 的共通的共用的地方，做更大 intensive 的 computation 啊，它的 capacity 很重要 ，performance 很重要 ，reliability 更重要，不能突然宕机，对不对？我很重要资料在里面哈，计算机中心很多如果有什么学校什么重要资讯，它不能够宕机，全部资料没有，对不对？哈，所以这3个是它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哈。那它的cost 就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它最重要它的 performance 哈，跟它的 reliability， 还有它的 capacity 哈。那可以从小的 server 一直到 building size 的 server 都有哈。好，那第3种叫 embedded computer 哈，它主要是一个 component， 它在系统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 component。好，那这个小小 component 它已经不是它自己 stand alone， 它是只是一个 component， 它在很多里面的其中一个小部分，所以它的 power、performance、cost 就变得很重要了，尤其是 cost。好，你可能在这个很多零件里面只是一个小小的 component 而已，所以你不能很贵哈。那可以跟 desktop 做一个比较 ，desktop 只是 cost、performance 你共同要考量的，但是在 embedded computer 里面 ，cost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考量，还有 powe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如果是譬如手持的装置啊，你戴在手上，你电池有限，对不对？你不希望它花太大的太多的 power consumption 啊，所以 power 跟 cost 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好，那我们再看看说这 computer 的发展，我们把它分一个类之后，我们看看说那 computer 的这是一个 general 的 concept， 就是说我们 computer 的 progress 呢是怎么样子一路这样发展过来的哈，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些注意的点，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application 会 drive computer balance， 就是 computer 的发展一定是根据你的需要，对不对？你的 application 的应用来决定说我 computer 要怎么发展。他说，不同的应用导致我的 machine 的发展是很 balanced 的。好，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同的 application 有不同的需求。譬如，好，我在做 numerical 的 simulation 或科学计算的时候，我需要 floating point 的这些运算，哈。我需要很大的 memory 的 bandwidth， 比如说你资料都放在 memory 里面，很大笔的资料，对不对？你没办法全部都放在这个我的 register， 所以我要从 memory 要搬进搬出，所以 memory 的 bandwidth 是它重要的考量。那因为要发展这样的，要应用让这种的 application run 得好，所以你就会 focus 在floating point 要怎么运算好啊 ，memory 的 bandwidth 怎么样增加 memory 的 bandwidth 哈。那另外一种 type 的应用就 transaction 的 processing， 好 transaction， 譬如你去银行就是 transaction base， 对不对？好，或者是你去提款啊这些 transaction， 或者你上网去要一笔资料都 transaction based 的啊。那这时候 I/O 很重要，还有 integer 的运算很重要。好，那再来 media 的 processing， 就是 multimedia 的这些处理哈。那我们知道一个影像对不对？它是用 pixel 来一点一点的 pixel 来表示它的图，对不对？那每一个 pixel 是只有8个 bit， 就是我们所谓 pixel。好，那只有8个 bit， 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一个单位的
数字可能只有8个 bit， 所以就会属于 low precision 的 computation。好，所以在3个不同的应用上面，在不同的 application 上面呢，其实你这个要发展的这个这个技术都不一样，所以能让我们 machine 呢更 balance， 在每个方向都有很好的发展。好，那另外一个呢是 application drive machine performance 啊。假如说你的那个 software 已经跑得很快了，你还会想再买新的机器吗？还想再买新的机器吗？啊，不会想要再买新的机器，已经跑得很快了，那就是为什么想买新的？因为跑得很慢，对不对？你现在download一个新的 application 跑得很慢，就说哎呀，我希望我有更快的机器，对不对？哈，所以也是 application 才 drive。如果你的 performance 都已经大家都满意的，你就不会再继续发展的 hardware 哈。所以当人家说新的更快的机器出来，如果你没有 application 的话，也没有人要买啊，对不对？没有人要买，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你的 software application 需求要更多哈，包括你的 memory， 我可能要用更多的 memory， 对不对？好，然后另外 high level language 的出现也是让你的 application 更容易写的，对不对？如果你要写 assembly， 可能应用很少，可你 high level language 出来，你可以写 gaming 啊，那个都要很大的 computation power， 对不对？你要很大的 memory storage， 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用 assembly 写，你可能没办法写，可是你如果用 high level language， 各式各样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写出来。好，那这些呢就会 drive 我们的 machine 好去更往前推进。好，因为 application 不够快，好，所以我们跑得更快。好，那另外呢，还有它的发展过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compatibility， 好，还有 ease of use。好 ，compatibility 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之前买了一个旧的电脑，你上面可能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对不对？那你买了一个新电脑，你希不希望说旧的就不能跑了？啊，不希望，你当然希望说它还是可以，旧的东西还是可以在上面跑啊，对不对？所以你新的 process 出来呢，你希望说旧的东西 application 还是可以跑，所以 compatibility 是在我们在选择电脑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对不对？所以为什么 Intel 的这个 process， 其实 Intel 它的 CISC 的这设计跟 RISC 比起来是差很多，就是说它没有像 RISC 这么 elegant， 就是它很多地方是不如那个 RISC 的。但为什么 Intel 可以这么长久以来，我们大家都还是叫用 Intel？ 因为它的 software 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它一直累积太多，你换了一个 process， 那些很多 application 可能不能用了，哈，所以就继续用，哈，所以 compatibility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 ease of use。你要去用这个 computer， 当然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用旧的？因为实在很好用，换一个新的，如果你弄得很复杂，哎，我也不想用，对不对？啊，所以在 develop 的时候呢，要新的系统呢，就是它 compatibility 跟 ease of use。好，那另外它在发展的时候也跟这个 market 的 demand 跟 market share 也有很关系。如果你发了一个很好的特性，但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会需要它，那可能你花了很多 R&D 的 research 的这个 investment， 可是你不能够回收，对不对？那就不会去做它了，哈，也要看你的 market share 很重要哈，或者说这个market demand、market share 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你往下继续研发的一个因素哈。好，那如果我们把刚才那3种 desktop 对不对？还有这个 server 级的，好，那2个我们把它归类成 general purpose 的。好，来再把这个 embedded computing 另外一种，就把这2大类分开之后，我们看看说这2大类的 computer 到底有什么需求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看看根据就是 computer usage 啊 ，general purpose 就刚才包括我们刚才 PC 跟 server 哈这一大类的部分，它对于这个整个系统有什么要求哈，跟 embedded computer 有什么不一样，做一个分析看看啊，好。那说这一类 computer usage 这种就是在 general purpose 这一类的 computer 里面呢，哈，它主要是当然是看你做 commercial 的或 scientific 或者家里的这用不同的用途，只要你是 general purpose， 你会具有这些特性。好，它哪些特性呢？它第一个要 software compatibility 是最重要的。好，所有旁的，因为一直在用嘛，是你在用，对不对？不管是 server 其实它都有很多 software 在里面，所以这个软体的相容性是非常重要的，哈，相容性非常是最重要的一个issue，哈，它的很短的 short product life， 哈，很贵，然后 profit margin 比较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譬如你高中有没有电脑？有，是买哪一台机器？啊？
租的，那你知道哪一型的吗？煮出来的。哦，自己煮出来的，那里面的 process 是用什么 processor？Intel 的哪一颗处理器？不记得，那你记不记得？哪？ 17400。好，那现在呢？还是一样。哦，哇，那也了不起。那应该这样讲好了，你以前的 computer， 你现在还要去用它吗？淘汰了，对不对？根本不会再用它了。哈，你的一个 generation 到另外一个 generation， 你旧的就不会再用它了，永远不会再用，因为速度太慢，太 performance 不够，对不对？所以这就所谓 short product cycle， 就是新的 processor 出来，你如果已经换了新机器之后，你几乎旧的就不会再用它了，淘汰了，好，就淘汰了啊。所以它的 product life 是很短的，因为它价格是比较高的，哈，相对，待会我们看 embedded processor 就知道它的相对的意思这样啊。那它的 OS issue 是很重要 ，OS 就是你里面的操作系统，对不对？比如说你是用这个 Intel X86 的话，那你有这个 Windows 这些 OS， 对不对？或者是你是用这个Workstation 的话，那你有另外一套 OS 啊，那都是跟你习惯操作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你习惯用这样的操作系统，那你就会继续买下去，好，所以在这样 general purpose 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 issue，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issue， 好，那未来呢，这些 transistor 还会继续的越来越多，然后你会着重于它的 performance、human interface 还有 bandwidth 啊，好，这些 monitoring 啊，这些等等这些 issue 你会继续好会关注在这方面，就是继续发展就对了哈。但是呢，我们后面要看的是 embedded computer 哈，另外的里面就更广泛哈，因为那一只所谓 general purpose 就是这样继续往下去了哈。那另外一只叫做根据它的 usage 来看，它就叫 embedded 哈。那 embedded 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它是 inside 一个另外 device， 它不是主要的部分，它是在一个很大的部分一个小小的 component 里面，好，而且它 run 都是通常 run 一个 predetermined 的 application， 它 application 是固定的。比如冰箱，你就那几个，你define 出来它要做什么功能，它这个 process 就只 run 这个东西而已，它不会说我又没事干要加一个什么特别随时加 function， 不会，对不对？它的 function 是固定的，哈，固定的。比如说车子里面，对不对？也是一样，那 microprocessor 我控制这个出油量啊，控制什么刹车什么，都是有固定的 function， 所以它是一个 predetermined 的 application， 好。它用在 control 啊、consumer 的 electronics 啊、video game 啊这些cell phone， 其实通通都是这些叫做 embedded computer，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 component 而已。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 Lego， 对不对？其实是我们把它拼出来的，对不对？一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东西，但它里面装了一个 microprocessor， 好，装了一个 microprocessor 啊，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好，下面的例子再来看，它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好。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机器人在干嘛？这个 device 对，它在刷马桶，对不对？那这个在干嘛？在换灯泡，对不对？那这个在干嘛？这个机器人是在玩这个魔术方块，是不是？好，所以这个 embedded computer 可以随处可见，到处都可以有这些 embedded computer， 可以放在电视、手表，各式各每个什么地方都有。好。那它跟 general purpose 在 embedded computer 跟 general purpose 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这就是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学到。它这个是 typical， 它没有 floating point， 因为它是 dedicated 的 function， 它固定的predetermined 的一个 program，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复杂的 floating point。通常啦，它不需要 floating point， 它也不需要 memory management unit， 就是它的 memory， 因为它也不会有很大的 memory storage 让你去做这个存取啊，它是不需要 memory management 的 unit 哈，但它会跟各种的 peripheral function 会结合在一起，因为它跟 I/O 的部分哈，各式各样的 I/O 会储存在一起啊。然后它的 large variety i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哈，就是说它有各式各样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这是相对应的，跟我们前面所比对，譬如说。刚才讲到这个Intel 的 processor， 对不对？你会不会想要去设计一颗跟类似 Intel 的 processor？ 你会想要去跟 Intel 对抗？有没有可能？没可能，没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它的 compatibility， 对不对？因为它过去累积这么长，它有这么多的 software， 你很难去设计一个跟它 compatible
的 processor， 然后去跟它竞争。可是如果是 embedded computer 可以哦，对不对？因为它是固定的 function 啊，我自己设计我自己的 processor， 我只要提供足够的 software 在里面，这个就可以放在哪里了？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在车子里面，可以放在，你就根据它特性，对不对？所以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 instruction architecture。我们刚刚讲过，在最前面，昨天讲过，上一次的课堂讲过 ，instruction architecture 就会决定你的。对 software 讲，他知道他怎么样写怎么样程式，对不对？对 hardware 而讲，对不对？他要怎么样去设计他的 hardware， 是一个很重要的 interface 啊。那可以有很多的 instruction， 是不同的 instruction architecture 啊，也不同的 performance 啊，很多的 peripheral 啊，各式各样，因为它要用在不同的 device 里面啊。它 compatibility 不是 issue， 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只要根据我的需求，把我的 software 就好了，自己写就好了，对不对？啊，写很多 software 就可以了，哈。然后它这个比较容易进入的，好，但是要注意，这 low power 是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因为它是可能存在一大的 application 一个系统里面的其中一个小 component， 它的 power consumption 很重要的啊，而且呢，更重要也是相对应的，它的 survive 可以更久，像我们4B 跟8B 的 microprocessor 到现在在用的，4B 用在不同，可能豆浆机里面有一个 microprocessor， 对不对？就一直用下去啦，它也不会改变啦。对不对？那这个4B processor 也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用在不同的 controller 啊，所以它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是 low cost 有的是因为豆浆机里面的 processor 不可能很贵啊，对不对？一定要很便宜很便宜。好，我只要一个4B 就够了，所以它一直存在。那或者说你要 high end 比较更多的 computation 的话呢，那你就要就 for performance 就比较贵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量很大，而且 cost 一定要很低，因为它是系统里面的一个小 component。你不能一个照相机卖多少钱？不到1万块，4、5千、6、7千就可以，对不对？那你里面的 process 能够多贵，对不对？好，那可是你的 PC 是多少 ？PC 要上万，对不对？2万、3万、4万，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所以在这样的 embedded computer 里面呢，它的量很大，但它一定要很便宜。好，那我们可以看 microprocessor 的演进，在 X86 当然是用在 PC 里面，对不对？在95年的时候，它是 number one 的，销售是 number one。可是到2002年 ，ARM 已经变 number one 了 ，number one 的 processor 就是那为什么？它的个数已经 number one， 它用在哪里？那个 X86 还是用在你的 PC 里面，对不对？那 ARM 可以用在哪里？手机里面，对不对？手机里面各式各样的很多地方的 controller， 比较 high 的 controller 都用 ARM， 所以在 embedded computer 里面呢，它的low cost 是很重要的 issue， 它这个将来把 lower cost 更多的 functionality 放在这个一个 microprocessor 里面。当然，其实现在我们看一个手机，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 computer， 已经变成它更多的 application 了嘛，对不对？越来越像我们一个小型的 computer 了，对不对？更多的 function 在里面好，那这个图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个processor 的 market 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到说3个有这个手机用的 processor，PC 当然 X86 和 TV 用的，你可以看这个最长的这个，哇，这个增长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可是你看手机呢，这sensor没什么增长，对不对？增长一点点而已，增长一点点，然后还有电池这样，这就是 processor 的market 可以看到说 embedded computer 其实是怎样？是一个更重要未来的trend。如果你将来要创业的话，要 focus 在 embedded computer， 不管它的 processor 或者它的 software development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刚才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历史来看一下这个 computer 的发展。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说，那未来我要怎么样发展？那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好。那下一次呢？今天我们大概讲到这边。那下一次我们就介绍 abstraction technology 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边。